这是直接长在肉里的。哎呦我操！小崽子，这他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汉代雷龙，系统，老爷爷，有人还我吗？行吧，经典的荒野开局，想活命，第一步就是制造工具，拼了！啊！我操！真他妈见鬼！徒手撸树掉血的设定竟然是真的！为了活下去，老子拼了！呼，终于升级了，材料刚好够做一把石镐。制作成功。日夜温差太大了，没火源今晚非冻死不可。漂亮。谁在那儿？三镜毒龙！我操！发什么愣？想等他挣脱了再咬你一口吗？你是谁？又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发光手。我见过像你这样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但他们刚掉下来的时候，要么光着身子冻得发紫，要么穿着白色的破衣服，活不过第一个晚上就会变成猛兽的粪便。可你身上这层黑色的和白色的皮，没有缝合的痕迹，这么薄，却连刚才的树枝和荆棘都没有划破。你这发光手，跟以前那些只会大呼小叫的废物不太一样。这不是皮，这是棉布和牛仔布，我们那里的普通衣服。哼，管你什么布，连一只最弱的散镜毒龙都对付不了。听着菜鸟，我叫阿丫，算你运气好，这只猎物我盯了半个晚上了。阿雅，这里是哪里？你也是降临者吗？什么降临者？听不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别傻站着，赶紧用你的工具把这畜生分解了。血腥味很快就会引来更大更恐怖的家伙，如果不想死，就给我动作快点。这畜生的小腥味最多5分钟就会引来成群的食肉兽。如果你不想穿着你那身奇怪的白皮被撕成碎片，就立刻把它分解了带走。分解是肯定要分解的，用镐子敲，收集到的兽皮太少。忘了，你好像连武器都没有。给我10秒钟，正合我意。你干了什么？冷静，把剑放下。你可以理解为，这是我这块发光石头赋予我的特殊能力。看好了，原住民小姐，这才是最高效的分解方式。看在你刚才那一剑救了我的份上，这些生肉你拿走吧，我只要兽皮。跟我走，今晚先去我的避难所。饿了，吃吧。刚才割的生肉你消化不了，吃了会得严重的痢疾。这东西可不够填饱肚子。你的一斧头，你奇怪的分解方法，还有这个火堆。只要有材料，我的图谱就能造出奇迹。给，吃饱了，我们才能谈谈明天的事。你说你的那种力量，能造出比我的弓更厉害的武器吗？当然可以，甚至不需要用力就能射穿骨头的武器。你今天白天看到那只在海滩边缘吃草的大家伙了吗？头上长着3根角，脖子上有一圈骨盾的那个。三角龙。对，那是这片外围丛林里最强壮的食草兽。明天我要抓它当我的坐骑，我需要你的那种能力帮忙。如果你能帮我，我就允许你暂时留在我的领地。成交。不过想驯服那种几吨重的大家伙，靠你手里的弓箭可不行。明天一早，我们需要去收集大量的黑色致幻果，然后我会给你展示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物理眩晕。那是神明的警告。部落里的长者说，每当有外来者触怒了这片大陆的法则，方尖碑就会降下神罚。神罚？那是绿色方天碑，能量矩阵超载，谁下副本打 BOSS 去了？你在嘀咕什么？你不怕吗？没什么，不管那方尖碑到底启动了什么，它离我们至少有几百公里远，中间隔着数片沼泽和红木林。它现在的目标不是我们，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活过今晚，然后拿下明天的那头大家伙。
睡吧，明天有一场硬仗。在那边，那是一种特殊的黑色浆果，我们部落叫它睡果，吃多了会让人昏睡不醒。在我的图谱里，这叫黑色致幻果，漂亮。这就是你说的比我的弓更厉害的武器，就凭这根小树杈和几块破石头。阿雅，我们要的是活捉，不是杀他吃肉。三角龙，我绕到侧面，用箭射他的。等他发怒向我的时候，你用石头砸他的头。等等，千万别打头，我是认真的。你的箭射不穿，我的石头砸上去也跟挠痒一样。那打哪里？打身体，打柔软的腹部和后腿。这大家伙正面无敌，但转身笨重。等会儿你射他的屁股，把他引开。我用石头砸他的身体，累积眩晕值。好，千万别被他正面撞到。就是现在！有效，继续！最后一下！成功了！快过来帮忙！把那些黑色的致幻果全塞进去。黑果子能麻痹他的神经，强行维持他的眩晕度。他在昏迷中进食，就会对我们产生驯服认同。这就是你们降里的驯兽之法。迅猛龙，明月，好吧，我们护不住头大家伙了。他们一旦成群，连霸王龙都要退避三舍。跑？你觉得我们两条腿能跑过这些疯子？那怎么办？等死吗？别射箭！没我的命令别动手！阿雅，把刚才剩下的那些生肉全扔出去，扔向左边那棵大树下面。你要喂它们，但是我感觉它们更喜欢吃你。给我合成，全部材料，能做几个做几个。阿雅，保护好三角龙的脑袋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去你的！这是什么武器？这叫原地罚站。愣着干什么？射箭，射那些没被捆住的。30秒快到了。这畜生不讲武德呀！林月，看三角龙！大家伙，赶紧干活！阿雅，上来，拉我一把。现在轮到我们猎杀他们了，冲撞！赢了，林月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都有点喜欢你了。我说过，在这个世界，只有图谱和力量才是真理。阿雅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有了它，我们目前的安全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保障。林月，他真的不会再发狂了吗？我们部落里最伟大的猎手，也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能骑在三角龙的背上。放心吧，阿雅，只要我不下令，他现在连地上的蚂蚁都不会主动去踩。阿雅，那个岩洞不能再住了，四面透风，随便来只体型大点的食肉龙就能把巨马拆了。不住岩洞住哪里？在丛林里露宿等于给野兽送口粮。自己盖。阿雅，把你包里那些发臭的、不能吃的烂肉都给我。你要那东西干嘛？臭气熏天的。坦克，去扫荡那边的灌木丛。好了，抓鸡结束，现在开始盖房子。阿雅，看好了，这才是降临者真正的造物奇迹。起！这么结实的房子，连迅捷龙的爪子都挠不破。林月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再也不用怕晚上的暴雨和野兽了。这只是个开始，阿雅。
是血崖部落的狩猎队，他们骑着牛龙，他们发现我们了。牛龙，是血崖部落的狩猎队，他们是这片丛林里最残暴的疯子，最喜欢活捉猎物，然后关进笼子，一点点折磨致死。林月，我们快逃吧！哟呵，兄弟们，快看这儿！我当是谁在这训了一头三角龙？原来是个刚摸清怎么砍树的菜鸟，居然在这大平地上建了个纯木头火柴货，连个巨马和尖刺墙都不围，这是纯的来给哥几个送温暖啊！老大，这小子估计连铁器都没有，估计躲在木头盒子里瑟瑟发抖呢。里面的孙子，听好了！给你爷爷把门打开，把你身上的物资皮料全扔出来，老子心情好就不拆你的破房子了。他们可不是你们的原住民，他们和我一样是降临者，这是一群抱团组建了掠夺公会的高阶玩家。就是现在，这小子自己把墙拆了，敢阴老子，给我死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你懂拆家，但你显然不懂什么叫空场。流星锤，老子动不了了！阿雅，走！林月，那边那个骑龙的要跑了。跑？他不仅跑不掉，连他的龙都得留下。老子的铁甲洪流计划就从你们送来的这3头牛龙开始。跑！快跑啊！你这畜生，怎么减速了？阿雅，出来干活了。林月，这简直是神迹！这不叫神迹，这叫科技碾压。去，把我们背包里所有的生肉全拿出来，塞进这3头牛龙的嘴里。大哥，大神，别杀我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别紧张，我们都是老乡，我这人很讲道理。您问，您随便问，我保证知无不言。你们血崖部落的大本营在哪儿？有多少人？最高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大本营在往北30公里的一处峡谷里，那里有一座小型的金属矿山。我们部落现在一共收编了大概40多个降临者，还有几10个被抓去当奴隶的原住民。科技呢？科技，我们首领修理血崖石板弄了内侧睾丸，他带着机构的精层已经全部换上了铁器，甚至我前天看到他们造出了第1把长管火绳枪。为什么会精准的找到这里？不是锁定，我们只是出来例行巡逻，顺便抓点原住民奴隶。看到这里突然多了一座木头房子，老大以为散人玩家的基地，就想过来抢一波。我们真的不知道您是这种级别的大神啊！大神，我知道的都说了，我们首领是个疯子，如果他发现我们死了，一定会顺着部落日记的坐标派大部队来清剿的。您放了我，我回去绝对不乱说，我就说我们是被霸王龙吃了。你的提议很诱人，但在 PVS 的法则里，只有死人才不会爆点。这是林月，他们都嘎了吗？嘎了，但麻烦才刚刚开始。他们有40多个人，有铁器，甚至有火枪，而我们现在只有一座随时可能被拆掉的木屋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在他们的复仇大军到来之前，完成科技的反超。阿雅，帮忙搬石头和木头，快！蓝光闪烁，重组实体化。林月，那些神灵之血真的能变成比石斧还要锋利的武器吗？阿雅，记住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神灵，只有不断进化的工具。铁匠台启动，目标：精致铁凿，精致铁斧。阿雅，看好了。这就是铁的力量。林月，你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造物者？不，我只是个不服输的生存者。阿雅，把剩下的所有兽皮、纤维、木头全集中过来。另外，把那一筐黑色的置换果也搬进屋子。你要做什么？
我要做一笔大买卖。系统提示：恭喜降临者升至17级。血崖部落，你们的噩梦要提前降临了。阿雅，醒醒，天亮了。我们要出发了吗？血崖部落的人是不是打过来了？我想他们已经在路上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在他们前面。来，穿上战甲，穿上战甲。坦克，听好指令，开启被动模式，去那边的密林里躲起来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许出来，活着等我们回来。上来。林月，这感觉是我长出了一双不可战胜的腿。习惯就好，以后这片大陆的所有巨兽都会臣服在我们的安居之下。你不管这座房子了吗？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。房子只装入普和科技还在，木头房子就算被拆100次，我也能建101次。他们要的是杀人越货的快感，我偏不给他们。我要让他们一拳打在棉花上，然后回头发现自己的老家被偷了个底朝天，这叫换家战术。出发，目标北方30公里，血崖峡谷。出发，踏平他们！那个穿铁甲的，就是血崖部落的首领血崖。林月，你看他们的人数和恐龙，如果我们在木屋死守，绝对会被踩成肉泥的。所以情报决定生死。阿雅，等会儿冲进去，不要恋战，不要管那些毫无反抗能力的奴隶。我们的目标只有2个：第一，砸开他们的精炼区和仓库，拿走所有能带走的金属和土捕；第二，烧他们来个吃不走的战略物资，像他们的指导黄龙。给我撞开他！地心有地心！阿雅，压制他们，不要伤害原住民。敌袭！有人偷家！找死！2个人就敢冲我们的基地！阿雅，低头！他们有重弩，林月，我射不到他们。不用你射，骑着牛龙碾压过去就行了。给我撞塌那座塔！解决掉高点火力，别给他们关门的机会。铁器对木门，这是纯粹的伤害碾压。发财了！有了这批海量的现成物资和蓝图，我不仅能瞬间跨入火器时代，甚至能在这片峡谷里打造出一支真正的武装到牙齿的恐龙部队。350块金属锭，200份火药。林月，我们拿不了这么多东西。谁说我要自己背了？恐龙就是最好的重型卡车。阿雅，把所有金属锭、火药，还有那些高品质的兽皮甲，全部塞进牛龙的行囊里，快！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可是血池部落的主力随时可能发现基地被偷，如果他们半路折返回来，牛龙装了这么重的东西，速度会大减，我们跑不掉的。放心，我没打算逃回那个木屋。既然材料是现成的，设备也是现成的，我为什么不直接在这里把这把属于时代的真理打造出来？给我成型！林月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烧火棍？这东西没有弓弦，怎么伤人？哼，这叫众生平等器。物资装完了吗？全装在牛龙身上了，连一根铁钉都没给他们剩下。给我碎！林月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些东西明明还能用啊！我带不走的东西，敌人也别想用。
他们去抄我的家，我就烧了他们的老巢，这就是战争。阿雅，上龙，准备撤退。老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人呢？屠夫不是说坐标就在这里吗？老大，不好了，你快看天上！大本营有人偷家，赶快回援！来了。时代变了，大人。枪，那是枪声，有狙击手！我操，老大被秒了！第一枪是斩首，第二枪就该制造混乱了。霸王龙疯了，他在攻击我们，快跑啊！别急呀！我操，踩到我了！林月，你刚才手里拿的那个会喷火、能发出打雷声的铁棍，到底是什么神器？那不是神器，阿雅，那叫火器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。走吧，阿雅，好戏看完了，我们该带着战利品回家了。林月，房子都破成这样了，我们今晚睡哪儿？睡哪儿？阿雅，忘了这堆破木头吧。在经历了刚才的战斗后，你应该明白，木头在玩家的铁器和火焰面前，脆弱的不堪一击。这是用石头盖的城堡？这只是个雏形。血崖部落给我们送来了火器时代的图纸，送来了铁甲洪流的资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就在这座石堡里闭关。阿雅，过来试装备。这是给我的。试试手感，拉痛前端上弦，扣动扳机。最重要的是，即使在水下，它依然能够激发。好快，好强的力量！还有这个，穿上它，以后就不用穿那些破烂的兽皮了。林月，我们现在有了石萨弩，有了这种打不穿的铁衣服，还有你那把能发出雷鸣的火器，就算是血崖部落的残党再来，我们也能把他们全部杀光。血崖部落已经不足为虑了，连老家都被我烧成白地，他们现在估计正躲在哪个山沟里敲石头重新发展呢。地震了！不是地震。林月，那是什么？是方尖碑又发怒了吗？方尖碑发怒？不，阿雅，这是天降横财，蓝色的光柱，这意味着里面的东西至少是铁器时代以上的极品。阿雅，上楼！我们必须在光柱消散之前，或者被其他高级玩家盯上之前，把里面的东西抢回来。坦克，继续守家。林月，慢一点，这里太安静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林月，那是一头吃树叶的大家伙，我们要赶走它吗？别动，别用你的石萨弩激怒它。跑，掉头跑，把它拉扯开。一击重创牛龙，畜生，看这里！时代变了，你这只大号的火鸡！再吃我一发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就是这个世界的残忍之处，吃草的有时候比吃肉的更致命。
这怎么可能在蓝空头里开出来？传说级，竟然是传说级的喷子蓝图！这怎么可能？这种级别的空投怎么可能开出传说级物品？不管怎样，拿到手里的才是真理。林月，你手里拿着的那个发光的小石头是什么？这叫星能舱，是能装下整座山峰的文明遗物。阿雅，退后一点，看好了。龙被你吸进石头里，你把它变没了，那是妖术吗？这是最高级别的空间折叠与星能转化技术，赶紧收拾东西，空投光柱消失了，马上撤退，回家。林月，我总觉得有东西在盯着我们。红木林是这片大陆上最阴间的地形，没有之一。这里最可怕的不是地上跑的，而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注意头顶的树干中上部，如果看到有类似巨型树带毛一样的影子，立刻告诉我。在上面。给我滚开！就是现在！撞他！你没有机会。林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皮外伤，死不了。金属甲救了我一命。走吧，这片林子太邪门了，这系统似乎在故意提升我们遭遇高等级生物的概率。阿雅，想要造出这把传说级的大杀器，光靠敲石头和杀低级恐龙已经没用了。我们需要黑曜石，需要海量的角卡素，甚至需要去掏那些恐怖昆虫的老巢。休整几天，我们要进军这片大陆上最恶心、最危险的巨带——毒气沼泽与火山。林月，储物箱里的生肉又坏了一大半，只剩下几块烤熟的优质肉了。光靠每天出去打猎，不仅效率低，而且风险高。阿雅，今天我们不杀生，我们要去抓这片大陆上最伟大、最无私的生物——渡渡鸟。渡渡鸟？林月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那种又笨又肥连飞都不会的蠢鸟，以前只有我们部落的小孩子才会去抓它。那是因为你不懂什么叫做饲料。在征服高阶恐龙的过程中，光靠喂生肉和紫果子，驯服时间会漫长的让人发疯。但是如果用特定恐龙的蛋加上蔬菜和肉类，在烹饪锅里熬制成特制饲料，不仅能瞬间驯服高阶巨兽，还能让它们爆发出最完美的潜力。你要怎么抓？用麻醉剑吗？暴殄天物，麻醉剑的造价多贵啊！对付它们，用这个。看好了，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捕捉方式。这么简单？别愣着，挑个头大的毛色好的母鸟，直接用拳头揍晕，注意别打死了。然后呢？让他们自己走回去吗？他们走得太慢了，半路会被迅猛龙吃掉的。当然是手动搬运，你可以把这些小家伙抱在怀里。开启巡逻模式与繁殖模式。林月，它生蛋了！这只是开始，等我们造出烹饪锅和农田，这些蛋就会变成源源不断的财富。给林月，尝尝我用紫果子和烤肉捣碎后捏的肉团，真不错。等我们弄到各种蔬菜的种子，建起温室大棚，我给你做更高级的定制食谱。林月，我从来没想过，在我的部落被洗以后，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。有坚固的石头房子，有听话的恐龙保护我们，甚至还能在院子里养鸟、捡蛋。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你们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。好好休息吧，阿雅，享受这难得的宁静。林月，我们真的要去那座冒烟的山吗？在原住民的传说里，那是火神的居所。传说往往是对恶劣自然环境的夸大，没有退路。阿雅，想要不被其他高阶降临者按在地上摩擦，我们就必须踏入这片焦土。走吧，让我们去薅一把火神的羊毛。好热，这衣服简直像个烤炉。喝水，千万别硬扛，一旦水分掉清零，就会陷入昏迷状态。再坚持一下，快到了。黑曜石。林月，你挖快点，这地方太热了，我连呼吸都觉得肺里在冒火。马上，再挖3块矿石就走，这破地方确实不能久留。林月，天上！阿根廷巨秧！
雅，别用普通箭射，这畜生是天空航母，我要活的。给我睡！再来一发，给我下来！好险！林月，他死了吗？没死，他只是睡着了，而且他即将成为我们征服天空的翅膀。300多块黑曜石到手，外加白袍一头60级的天空霸主，太美了！只要有摩擦力和固定点，物理学就不会骗人。上来，今天我带你看看这片大陆的真正样貌。起飞！睁开眼看看吧，阿雅，这就是制空拳。我们在天上飞，我们竟然比翼龙飞得还要高！坦克，警戒四周！阿亚，把上次从血崖部落抢来的那些黑乎乎的石油，还有那些透明的水晶全搬出来。想要造出那把传说级的喷枪，我们需要跨入真正的内燃剂时代。林月，黑色的石头我们已经运回来了，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？造那把传说级霰弹枪所需合物，不仅需要黑曜石，还需要极其亮亮的水泥作为反应溶剂。想要弄到海量的水泥，靠手工在研磨板里搓，搓到明年也凑不够。我们必须去一趟毒气沼泽，那里有我们需要的最完美的全自动水泥提炼机。上来，昨天带你领略了天空，今天带你去看看这片丛林里最阴险的下水道。好恶心的地方，连风都是臭的。巨鹰的体型太大，在沼泽茂密的树冠层下飞行极其容易被卡住，我们得下去布阵。沼泽水质，被咬上一口就会感染致命的沼泽热。别理他们，走快点。诸恶，散开！吓死我了！麻烦还没结束，沼泽的法则，鲜血就是最致命的召唤喇叭。我的这么多虫子，步枪和石家弩根本打不完他们。不用步枪，我们需要生化武器，就是你了，阿亚，掩护我，给我10秒钟。好。醒过来，干活了。阿雅，把朱恶的尸体拖到空地中间。盛宴开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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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林月，这大青蛙把它们全吃光了。整整600多份现成的水泥，加上我们昨天弄回来的黑曜石，材料彻底凑齐了。走吧，阿雅。万事俱备，现在我们可以回家搓聚合物，造那把传说级的喷子了。现在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850个聚合物，620块金属锭，450份水泥，底材齐了。这不只是一把枪，这是统治这片大陆的权杖。给我造！阿雅，拿几个木头把子去门口，越厚越好。这是什么怪物武器？那根长管火枪跟它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小孩子的玩具。长管步枪是用来点名的，而这把枪是用来清场的。吃点吧，你都累了一天了。谁能想到呢？几天前咱们还在被几头迅猛龙追得满云子逃命，连生火都怕引来麻烦。现在咱们不仅有了能在天上飞的大家伙，
连这种重火力都搞出来了。是啊，这个世界，你不把自己逼到绝路，永远不知道自己能造出什么东西来。你说，我们如果能活过这阵子，以后干点什么？总不能一辈子都在这林子里跟野兽和疯子抢地盘吧？先把命保住再说。如果我们能搞清楚那些遗迹里隐藏的秘密，掌握真正的星能技术，或许就不用再过这种茹毛饮血的日子了。据说星能可以驱动真正的能量护盾和自律武器，到那时候，这片废土才算有咱们真正的立足之地。所以我把营地外围布置成了刺猬，他们如果不讲规矩，我们也没必要客气。你先睡吧，后半夜我来守。凌云，醒醒！怎么了？滴血。大飞，你怎么了？有埋伏，散开，找掩体！妈的，有陷阱，火力压制！扔火把，把这片林子给我照亮，老子要活剥了他们！老大，营地是空的，他们在林子里。我的手！在树上11点钟方向。他们火力太猛了，陷阱被火光照出来了。左边有动静！我的脚被刺穿了，救我！退到水边去，水里没陷阱。什么鬼东西！开火！开火！你们的火力确实很猛。你们是冲着这东西来的？你还有最后5秒钟的时间，重新在脑子里组织一下语言。5、3。别杀我！我说，我不想死在这里。是黑沙部落，我们是黑沙的外围清扫队。半个月前，首领在红色方金塔破译了信息，要集齐3个矿洞里的神器，开启最终狩猎。所以，你们是跟着神器的能量信号找过来的？对，首领手里有一个用星能碎片和电路板改装的高频探测仪。你们前几天把神器从矿洞带出来的时候，信号就已经在他们的雷达上暴露了。兄弟，你们手里拿的根本不是宝藏，是催命符。黑沙部落是绝对的霸主，他们满编100多号人，还有2头完成了2代体型庞大的极品霸王龙。我们6人探路小队如果今天没回去，首领立刻就会知道出事了。最迟今天中午，黑沙的远征队就会带着霸王龙和风神翼龙平推过来。你们那几根破木头栅栏，连霸王龙的一角都扛不住。今天中午，100多人，制式枪械，甚至还有霸王龙。我们花了3天，流了那么多血，才在这个沼泽边上建起来的营地，挡不住这种级别的冲击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没打算用几根木头去挡霸王龙的牙齿。阿雅，立刻行动，放弃基地，把所有核心物资全装进阿根廷巨鹰里，计算好巨鹰的负重上限，一点空间都别浪费，全部带走。带不走的物资呢？工作台里还有几10块好不容易炼出来的铁锭，毁了。在这片焦土上，带不走的全烧了。我要让黑沙部落的霸王龙今天到了这里，连一口热乎的肉都吃不上。去红兽林，想在这片方舟活下去，得找个连霸王龙都嫌硌牙的地方。是歹尸，这片树冠是那些树衣杀手的猎场，他们喜欢倒挂在高处袭击过往的猎物。那我们还要在这里扎营？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，地面上到处都是害鸟和牛龙，而在这里，只要我们守住这根树干，黑沙部族的霸王龙就咬不到我们。吃点东西，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黑沙部落的人应该已经到我们的旧营地了吧？他们到了，扑了个空，还折损了探路小队。黑沙部落的首领现在肯定疯了，疯了才好，愤怒会让人失去判断力。只要他们敢追进这片红手林，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他们进林子了。黑沙部落的首领只要那脑没坏，就不可能把霸王龙开进这片红手林。这里的巨树间距太窄，霸王龙庞大的身形在这里连转身都困难，只会变成活靶子。他们手里有追踪器，神器就像是一个黑夜里的灯塔，他们迟早会摸到这棵树下。
那就给他们一个永生难忘的欢迎仪式。妈的，这鬼地方真邪门，连个虫子叫都没有。首领也是疯了，为了2个连铁器都没有的彩鸟，至于吗？他们跑不掉的，哪怕是爬到树上，老子今天也要把这棵树砍倒。在上面，火力掩护，准备绳索攀爬器。他们乱了，戴师快撑不住了，他中了太多枪。戴师只是开胃菜。妈的，爆炸伤口，把手电全部打向上面。他们在树上，给我把这棵树打穿。混蛋，这个疯子！掩护我！在上面20米树枝上，撤！放弃追踪，全部撤退！还咬我！追踪器毁了，黑沙部落的霸王龙就算把林子外围围平，也找不到我们。但这只是个开始，100多人的大部落折了一个精锐小队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当然不会，所以在他们找到破局的方法之前，我们要用这些枪在这片红树林里给他们建一座真正的坟墓。巨鹰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让他分3次把这些装备吊上去，我们顺着绳索爬。黑沙部落的物资储备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夸张，他们在用工业化手段推平这片森林的外围，所以我们才要待在树上。体型再大，装甲再厚，它的眼睛和毫无保护的神经中心依然是致命弱点。霸王龙进林子，必定需要有探路的人或者飞行动物在前面给它指引方向。既然他们想用暴力推平这里，那我就先打瞎他们的眼睛。他们推进的太快了，那头披着铁甲的霸王龙简直就是一台推土机，外围那些几十年的副冠层树木根本挡不住它。再厚的装甲，也有顾及不到的死角。找到了。离席，隐蔽，安静，停下，别往前。安静，停下！我拉住缰绳！稳住，稳住阵型，别乱跑！他只是受惊了。林月，那头大家伙好像原地打转了。如果他发疯往我们这棵树上撞怎么办？这棵树的直径超过10米，它的头骨撞碎了也撞不到这根承重柱。这头霸王龙被带出来打仗，绝对是中立或者主动攻击模式。现在它之所以还没彻底发疯，是因为背上那个骑手还在用缰绳强行压制它。既然他带着料索跳舞这么痛苦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帮他把狗篓子剪断。骑手掉下来了，保护骑手！躲开，快离开他的尾巴范围！他们转移了，快跑，散开！开火，打他的腿，不要让他冲过来！太惨烈了，这就是工业科技与远古巨兽结合后的反噬。林月，他们撑不住了，有人在往林子外面撤。想断尾逃生，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走。你要干什么？下去跟他们肉搏？下面还有一头疯了的霸王龙。这片红树林的立体机动性，他们根本不懂。我要去收割他们留下的大礼包。妈的，太邪门了！那个狙击手到底在哪儿？我们的霸王龙废了，全废了！别废话，只要出了这片梗林子，我们就安全了。去南方矿调火箭筒来，老子要炸平这片树林！遗憾，你们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他在树上10米，开枪！林月，霸王龙的仇恨好像开始转移了，地上的尸体快被他吃完了，他在顺着枪声往你的方向去了。收到，是时候清点战利品，准备搬家了。大量制式步枪子弹，高品质铁甲蓝图，4个工业电锯，还有这什么东西？发财了！
大家伙，多谢你的配合，这顿大餐就留给你慢慢享用了。我们赢了，黑沙部落的主力被我们2个人不被一片树林和他们自己的恐龙给灭了。战术的胜利而已，我们依然弱小。防毒面具，而且是双人战术配置，还有 C4 图纸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可是好东西，一个叫防毒面具可以隔绝毒气，另一个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，到时候你看看就知道了。不能再待了，红树林的坐标已经彻底暴露。收拾东西，趁着黑沙的大部队还在外围集结，他们手里的重型火器和火箭筒还没运进来，我们立刻撤离。坐稳了。我们要去毒气矿洞拿下一件神器。黑沙部落带着防毒箱出现在红树林，说明他们下一个目标也是那里。我们手里已经有一件神器了，趁他们大部队还在红树林像无头苍蝇一样转圈，再去把毒气洞穴的拿下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就在前面降落。这就是毒气矿洞的入口。走，阿雅，我们进去。听着，这下面跟红树林完全不同。这里面的怪物非常多，你要跟紧我，小心点。这里面的怪物非常多，你要跟紧我，小心点。一旦踏入浓雾，就绝对不能回头，必须在氧气耗尽前拿到，然后快速出来。左上方10点钟方向岩壁，注意规避。别停下，保持移动步伐。这种极其浓烈的生物血腥味会彻底激活整座矿洞深处的捕食狂潮。阿雅，注意交叉掩体，火力全开，小心脚下。太多了。退，进那边的石村缝隙。找死！这东西的壳太厚了，它挡住了视线。它挡住了视线，也挡住了后面的靴子，打他们的腿节和毒线连接处。换我了。保持呼吸节奏，我们不能在这里停。水里有东西，脚步放轻。散开！他要吐第2次了。家伙的铠甲真硬。林月，你的手！皮外伤，没伤到骨头。这和游戏里面怎么不一样啊？这么难。林月，你看看下面，这根本过不去，跳下去会被瞬间吸成干尸。弹药也见底了，但变异虫子没有脑子。安康鱼油，你打算在毒气洞里放烟花？这光质连50米都照不到。纯的安康鱼油确实不行，但如果混入高维的星能碎片，发生剧烈化学反应呢？我要在这地底深渊里给他们造一个人工太阳。你简直是个疯子！这发人工太阳最多只能燃烧30秒，光亮一出，虫海就会被吸引过去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跳下去拿神器，你在上面钉死绞盘。我说拉，你必须在半秒钟内按下回收键，否则我就永远留在下。30秒，这落差有40米啊！放心，闭眼。我下去了，盯紧绞盘。落地安全，我接触到基座了。你只有20秒，内团光在衰减，外围的虫子已经开始打转了。林云，光源熄灭了，虫海掉头了，他们冲拉绳，快点！他们沿着墙壁爬上来了，这下面全是虫子。送他们个大变竹！好，别回头！干得漂亮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下次再有这种跳崖的活儿，换我去。2把钥匙到手了，黑沙的围剿队扑了个空，必然会彻底发疯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去雪山。气温下降的太快了，这里太冷了，我们得找个地方下降。巨鹰的翅膀边缘结冰了，它的肌肉正在失温僵硬，撑不到主峰区。我们必须在前面的针叶林脚下迫降。快找步
才生火，快，撑住！我们会被冻死在这里，单靠篝火，我们根本走不出这片针叶林。我们需要毛皮防具，普通的皮衣在雪山就被是个笑话。去打猎，在暴风雪里，巨鹰现在飞不起来，我们2条腿怎么跑得过那基地怪物？不需要跑，在这片白色的荒原上，猎人和猎物的身份随时都会转换。刚才在天上，我看见前方500米外的一个雪谷里有恐狼群活动的痕迹，这味道顺着寒风能飘出2公里。恐狼是极其聪明的战术猎手，他们绝不会正面冲锋。注意两侧的雪球盲区，左边那头归你，打它的前肢，别打坏了背部的毛皮。就是现在！没有追兵，是羽暴龙在捕猎。阿雅，准备火力压制剑齿虎，我来废掉那头大的。好，就是现在！穿越者，还能走吗？我叫甘婷，多谢救命之恩。如果不是你们，今天我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风暴要来了，这种级别的暴风雪，即使穿了恐狼皮也扛不住。这附近有避风的地方吗？有，我被这群畜生追杀之前，正在勘探地形。距离这里不到2公里的冰川断层下，有一座极其隐蔽的天然地底冰原溶洞。动身，带路。不仅能防风风雪，最底层甚至还有一口极其罕见的地热温泉。地热温泉。甘婷，你刚才说你在这里勘探地形。在没有重武力的前提下，一个穿越者孤身进入极北雪山，你在找什么？在被拉进这个鬼地方之前，我的职业是大建筑结构工程师。我来雪山是为了寻找这片大陆上极其稀度高纯的金属矿脉。我脑子里有极其完整的高级金属建筑金属蓝图。你去了那2个矿洞了？因为神器，我们被黑沙部落从沼泽一路追杀到极北雪山。我们一直在逃跑，一直在搬家，总是逃亡也不是办法。阿雅和我们不一样，她是原住民，没有我们的能力。现在有了你的加入，我打算在这里建个家。我们现在需要物资，我和阿雅去外面砍树挖矿，你先在这里休息恢复一下。人力背矿极其低效，而且在这极度深寒的雪地里，体能流失的速度是平原的3倍。阿雅，我们该把咱们的重型马车放出来了，带上那把金属斧。后退。醒醒，大家伙，极其残酷的流浪结束了，现在该开始干极其繁重的苦力了。阿雅，你负责周围极其粗壮的请松，我负责敲击金属原矿。三角龙的负重极其惊人，不要考虑体能分配，把所有极其有用的物资统统塞进它的踪距里。这种金属斧的效率，简直比石骨高了10倍不止。这大家伙的北极都快被压弯了。甘婷，截获！这么快就采集了这么多？第一步，我们需要一台工业母机。既然材料充足，我们就绝不在冰洞里搭帐篷，制造金属共建。今天我们要徒手造一座纯铁的家。材料已经够了，现在来建造我们的基地吧。呼，这里温度还真是舒服啊。想要更好的活下去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物资来打造防御。阿雅、林月，过来看看这个。我们的铁壳子虽然极其坚固，能挡住任何物理攻击，但这里是极北雪山，匮乏的食物补给才是最致命的问题。肉类我们可以猎杀获取，但是蔬菜却是极其稀罕。我们需要可持续的农业循环。农业循环？甘婷，你没开玩笑吧？在这零下40度，连根极地杂草都绝对长不出来的地下冰洞里种地！这口地热温泉就是极其完美的天然水培根基。
我们需要在钢铁堡垒内部，利用高纯度的水晶和金属边角料，搭建一个绝对封闭的温室。引入温泉产生的高压水蒸气作为绝对灌溉和保温源，再加上高频光源来强行模拟攻合作用，我们就能在这极端的冰原绝境下强行催熟极地农作物，甚至大批量种植能够用来制作高级生化麻醉药剂的变异果实。极其完美的内循环，只要温室建成，我们就能彻底摆脱对外界充满死亡威胁的食物链依赖。是材料呢？水晶我们在冰屑入口的岩壁上倒是要看到过一些，但建造那么庞大的温室需要海量的材料。大哥，你该不会指望我继续拿着那把金属斧头去那零下40度的该死雪地里手剖吧？不需要你亲自动手，我们已经跨入了工业时代，纯靠人力去挖矿是愚蠢的战术。三角龙负责采集木材，但在开采坚硬的金属原矿和石头上，它的效率太低了。我们需要去抓其他的龙，而这些龙就在这附近的矿洞里。你是说去抓那2种矿工巨兽？没错，星尾兽，方舟这个大陆上的活体碎石机。它那长满尖刺的流星尾巴能高效的粉碎岩石，还有甲龙，是顶级的采矿挖掘机。只要能顺利的把这2个极品苦逆装进休眠舱带回来，我们的基建材料工径就有着落了。听起来诱人，但这2种生物的库甲变态。星尾兽蛋受到攻击就会龟缩成一个实心石球，甲龙的尾锤更是能轻易的砸碎霸王龙的腿骨，在雪山腹地去惹它们风险巨大。所以我们需要默契的战术配合，你负责利用灵活的走位吸引仇恨，我负责远距离精准的麻醉狙击。记住，我们要的是活捉，不是击杀。明白，放风筝吗？甘婷，基地交给你，把炉火维持住，准备好大量的麻醉药剂和紫果子。放心去吧，只要你们把那2台挖掘机带回来，我就能完美的把温室给你们立起来。能见度不足30米，速战速决。这种温度下，即使穿着极地防絮，我们也坚持不了多久。星尾兽，方舟大陆上最顶级的食材粉碎机。这东西的壳看起来比我们的金属墙还要厚，镇静包能打穿吗？打不穿，所以必须打它没有载壳覆盖的颈部、褶皱或者腹部。按计划行事，你去左侧50米外的开阔地吸引它的注意力，只拉开它露出防御脖子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明白。嘿，大块头，看这边！就是现在。它缩起来了。药效已经进去了，它这是在垂死挣扎。第1台碎石机到手，甲龙活动区域在金属矿脉附近。走，动作快点。这东西的脾气可比星尾兽暴躁多了，而且它的尾锤不仅能碎石，如果砸在人身上，就算是穿着精良铁甲，也会被瞬间砸扁。老规矩，我来放风筝。见鬼！阿雅，把它引到下坡的位置，它的底盘太低，我打不到。结束了。2个极品苦力全部拿下，走回基地。有了它们，甘婷的温室和我们的重型弹药库马上就能运转起来了。甘婷，温水，快给我来一口，我的肺都要被冻裂了。看你们这狼狈样，挺凶险吧？星尾兽还有甲龙全部活捉，等他们从低温熏鱼中恢复，我们这钢铁堡垒的基建材料就再也不用愁了。吃饱了吗？休息好，我们再去一趟冰屑外面。水晶矿脉主要分布在极高处的陡峭岩壁上，甲龙爬不上去，这种精细活儿还得靠人力。老娘就是个天生劳碌命。走吧，趁着现在外面是阵雪。林月，你看，悬崖边上有好多水晶。走过去看看。差不多了，太多你拿不动。撤！材料放这儿，马上开工。完美的工艺。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底肥。阿雅，
三角龙和甲龙他们刚才在门外留下了不少排泄物，去收集一下，混合我们之前攒的茅草，丢进堆肥箱里发酵。你让我去捡恐龙屎？没有富含氮磷钾的纯正的有机肥料，农作物根本长不出来。除非你想以后每天都吃干狼肉。行，算你们狠！为了不吃狼肉，老娘拼了！完美的土壤温床，这是变异玉米，这是柠檬，重要的维他命来源，还有最关键的黑果子。最后一步，林月上光。我们做到了，在零下40度的地方，我们种出了自己的菜园。只要有肥料和水，温室就能源源不断的为我们提供食物和制作麻醉药剂的原料。内循环彻底稳固，我们在这片雪山也算站住脚了。后勤有了，接下来就该把我们的防御做一做了。这里需要一些防御性武器。近距离看这两个家伙还挺可爱，特别是这头星尾兽，圆嘟嘟的。他们现在是我们的王牌矿工。阿雅，你骑上星尾兽。今天我们要把这片崖壁上的金属和石头彻底掏空。小家伙加把劲儿，今晚给你加餐。林月，这星尾兽走路一摇一摇的，都快把我摇晕了。差不多了，我们送一趟物资的回家。卸货，全部塞进精炼熔炉。有了这些底气，我们的防御计划终于可以提上日程了。金属、水泥、电子零件，这些我们都有了。但是，驱动炮塔的核心主板需要一种高维材料聚合物，常规制作方法大量的黑曜石和水泥去制作。我们现在的黑曜石存量根本不够。不需要黑曜石，拿着。我们已经有突击步枪和霰弹枪了，你给我这根破木棍干嘛？去敲原始人的闷棍吗？去的给企鹅的生态生物，它们的皮下脂肪和骨骼就是天然纯净的有机聚合物。这种聚合物可以完美替代街床里的合成聚合物。企鹅？我们要去杀企鹅？不用枪，子弹的贯穿伤会破坏聚合物的完整结构，只能用钝器，一直敲它们，就能萃取出最完整的胶状物。这还是我认知的世界吗？对不住了，小家伙们，但我们需要你们来帮助我守家。味道虽然难闻，但这可是保命的东西。甘婷，开工，把我们的自动炮塔造出来。阿雅，拿上电缆和高级步枪子弹，跟我去门口布防。设计目标仅限敌对生存者与驯服生物，距离高，警告延迟0，防线部署完毕。现在我们可以安稳的睡个好觉了。坏消息，发电机和机床都是蚩尤的无底洞。之前我们攒的那点底子，加上用兽皮和零星原油在熔炉里熬制出来的汽油，只剩下最后2桶。没电了，最多还能维持爆塔运转24个小时。一旦停电，我们的自动防线就会变成一堆废铁。需要多少原油？越多越好。除了熬制汽油，我还打算升级一下堡垒的电路系统，这就需要大量开采水底的珍珠来制作电子行件。明白了，阿雅，别吃柠檬了，我们要去一趟海岸线，就是那个油矿石。水下有珍珠，但我坚持不了太久。呼，冻透了。掩护我。头狼，这数量我们能打吗？不要用实弹，不要杀他们，今天把他们全收了。你疯了！5头成年恐狼，一旦被近身，我们连骨头渣都剩不下。狼群的规矩，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搞定那头狼王，其他的就会自乱阵脚。阿雅，拦住右侧的2只，头狼交给我。给我趴下！呼，还好有惊无险。把我们在企鹅身上割下来的优质肉喂给他们，这种高能量的食物能大幅缩短驯服时间。这画面太震撼了，这手感，这肌肉，我们是不是得赶紧给他们搓几套鞍具？不需要，恐狼是雪山中特殊的掠食者，它们的脊柱极其硬，不需要任何的鞍具就能直接骑乘，而且它们在雪地上的机动性很强。阿雅带上原油和珍珠上狼，我们走，出发！开门！我的天，怎么还弄了几只恐狼回来？这是我们的雪地突击队，原油到位，马上开炉！
拉闸。电源稳定，子弹储备充足。甘婷，利用这些珍珠和剩下的金属，把剩下的电子元件搓出来。没问题。林月，粮食有了，汽油有了，狗也有了，枪也有了。我现在真的期待黑沙部落那群混蛋如果摸到这儿，看到这2挺冒红光的自动炮台时，脸上会是什么表情？哼，那一刻不会太远了。外围传感器被触发了，距离兵线入口不到200米，热源信号超过30个，全副武装，还有浪天，还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巨型生物热源。终于来了！所有人进入最高战斗状态。阿雅，别睡了，带上你的狼群，退到内侧拥道待命。明白。没有我的命令，绝对不允许让狼群冲进火力网。长官，这扇门是纯金属构成，厚度超乎想象，恐龙的咬力根本无法破防。长官，这扇门是纯金属构成，厚度超乎想象，恐龙的咬合力根本无法破防。这3个丧家之鸟竟然能在这鬼地方搞出这种建筑，不过在绝对的火力面前，这层乌龟壳毫无意义。是，上 C4遥控炸药，给我把门轰开。林月，他们安放了爆炸物，当量极大，单层金属门扛不住，准备战斗。有自动防御武器，隐蔽！爆破组准备 RPG 火箭筒，跟在霸王龙后面，找机会把炮台给我端了。林月，这霸王龙血量太厚了，最多再撑半分钟。半分钟，足够了。好畜生！长官，通道被堵住了，冲锋就是送死，撤！全体后撤，把霸王龙当脊背。但在雪原上跑得最快的可不是霸王龙。阿雅，开闸，放狗！等等，又等这句话呢。稳住阵型，不要乱！我要把他们踩成……长官，是恐狼，管他是什么，敢出来就给我打成马蜂窝！孙子们，跑得挺快呀！啊！我的喉咙！撕碎他们，一只也别放跑！一群废物！转头，给我转过去，咬死那些畜生！你的对手是我。撤退！全速撤退！想跑？小白，追上去！穷寇莫追，霸王龙的血量深不见底，放他们走。切，真没劲！停下吧，汪汪队！林月，甘婷，好东西！他们死了，枪归我了。下次他们再来，我打爆他们的头！阿雅，别在尸体上乱翻了，小心上面有禁兵军。快进来帮忙给食人花浇水。林月，我给外围补上了金属巨马，食人花也还没有成熟。我们虽然扛住了这一波，但黑沙部落的底蕴太厚了，他们已经有 C4 炸药了，我们的冰冻防线绝对撑不过10分钟。穿越者带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文明之光，而是最极致的黑暗法则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黑沙的那个首领已经完全把这里当成了可以肆意妄为的奴隶场。我们不拼常规火力，他们的科技树爬得比我们快，拼子弹我们必死无疑。你是说去开启方尖塔的终极试炼？可是林月，那太疯狂了！除了原住民的古老传说，根本没有人知道传送门后面到底是什么怪物。一旦在里面团灭，连捡包的机会都没有。好，既然退无可退，那就搏一把，还差最后一块神器，对吗？对。甘婷，带上所有的极效医疗酒和兴奋剂，把我们培育的那几头变异恐狼装进温舱。目标：雪山大矿洞。都机灵点，那里面全是150级以上的变异雪人和兽头兽，别连开盲盒的资格都没拿到，就把命丢在了半路上。环境温度是-40度，哪怕我们穿着传说级的毛皮，如果在这里面待得太久，会被活活冻死。喝热汤，
它能提供20分钟的巨额抗寒加成。阿雅，把火把点上，准备进洞，跟紧我，不要随便脱离狼狈。热乎乎的，不怕冷了。别掉以轻心，这里的怪物不受驯服限制，全都是基因变异的狂暴种，等级普遍在150级以上，任何字一点失误都会让我们永远留在这块冰坨子里。走吧，停下！左边2只雪人交给我，甘婷控场补伤害，阿雅守住右边的狼群，别让他们包抄。收到！畜生，给我死！林月，脚下！林月，不准碰他！赶紧开火！去死吧，怪物！谢了，阿雅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已经嘎了。阿雅说过，我们是部落，是家人，一家人不抛弃。打起精神，这里的血腥味很快会引来更多的兽头兽。温度越来越低了，已经咖喱汤的药效快结束了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我们不被怪咬死，也会被这鬼地方冻死。喝药酒，硬顶过去。距离全红地图上的神器坐标只剩最后200米。阿雅，注意头顶！是巨型蝙蝠，小心他们的病毒！别停下，往前冲！该死，是精英雪人！先把凶齿石打掉，他会给雪人回血。拿到你了。最后一块神器也拿到了，走吧，我们先回部落。好，林月，我们真的要就这么过去吗？我们现在除了手里这几把破枪和这3头狮鹫，什么重火力都没有。黑沙部落的机床在日夜不停地转，加特林机枪塔估计已经把他们的基地围成了铁桶，等他们腾出手来，就是用 C4 炸平我们冰洞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可是林月，我们甚至不知道方尖塔里面到底是什么，那是原住民口中的神罚之地。万一传送门后面是100头南方巨兽龙呢？我们会连骨头渣都不剩。甘婷，我们没有退路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必须走下去。甘婷，别怕，大长老说过，方尖塔是惩罚，也是对勇士的试炼。只要我们心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能杀死我们。今天，我们要么拿到掀桌子的力量，要么就死在这个盲盒里。好，疯就疯到底，死在一块儿，黄泉路上好歹有个伴儿。冰贡品确认。林月，你手在抖。兴奋的，抓住狮鹫的缰绳，不要松手！好烫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天上有东西！龙，那是传说里的西方巨龙。散开，升空，快！拉升，拉升！它的火焰是真实伤害，只要擦到边，我们的护甲就是纸糊的。林月，我的狮鹫尾巴被火星咬到了，别跟它直线飞，利用狮鹫的补充机制跟它绕柱子。阿雅，吸引它的注意力。甘婷，我们找机会打它的眼睛。大西，看这里！甘婷，就是现在，补充！甘婷，在你的6点钟方向，快躲开！林月，甘婷，抓紧我！该死！活下来了，我活下来了。还没结束，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。甘婷，我在前面对操控飞行轨迹躲避龙息，你坐在后面，视野是360度的。给我白色的注意力，给我射击角度，交给阿雅。
就是现在，他的脖颈暴露了！去死吧，怪物！他冲我们来了，林月，拉开距离！坐稳了，左侧规避。第三发甩不掉了，甘婷，打爆他！我的枪管过热了，林月，穿甲弹只剩最后2个弹响了。该死，他在召唤！阿雅，靠拢防守！没子弹了，林月，子弹打光了。林月，对不起，我尽力了。闭嘴，还没到拔管子的时候。林月，你要干什么？捉紧缰绳，接管飞行控制权，给我压下去！林月，想吃我，老子给你加点料。1、2、3。要死在这儿了吗？林月，抓住！干得好！哎呀，别倒了，再倒就腌入味儿了。你醒了？你知不知道刚才差点连骨灰都留不下？大蜥蜴死了，月氏部落的英雄。这是把他们孵出来，很温暖，就像部落永远不灭的篝火。他在跟我说话。我要这个白色的。孵出来，等着3头天空霸主睁开眼睛的那一天，我要让黑沙部落的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降维打击。第20台空调部署完毕，电缆连接正常。林月，为了造这20台空调，我们把基地里最后一点珍珠和聚合物库存全榨干了，不会孵化不出来吧？不会的，放心吧。飞龙蛋的孵化要求极度苛刻的高温，如果温度不够，蛋的生命质就会迅速掉光。把它们放出来吧，这是我们用命换来的底牌。3分钟！阿雅，别靠太近。林月，甘婷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！我的小龙，从今天起，阿雅会保护你的。好漂亮，你就叫小白吧。不用那么凶，在这座岛上，只有弱者才需要靠龇牙咧嘴来掩饰恐惧。你就叫小黑吧。他们饿了，林月，幼龙吃什么？生肉吗？不能喂生肉，他们在这个阶段的肠胃根本消化不了。这是从飞龙那里获得的飞龙奶，来，一人1瓶，给他们喂下去。别开枪，林月，是你的那只小祖宗。小黑，松口！小黑，松口！你还敢跟我龇牙？飞龙的破坏本能是刻在基因里的，而且他们只认破壳后第一眼看到的。除了我，你们最好别去碰它。婴儿期的飞龙虽然没有战斗力，但咬断一根手指还是轻而易举的。我才不想碰它呢，它刚才差点把连接空调的电缆给咬断。我们以前好歹是拿枪战士，现在倒好，沦落成这3个巨婴的保姆了。我一晚上都在盯着温度计，眼睛都没敢闭一下。你们看鸿雁多聪明呀！好了好了，好痒呀，它好暖和，就像一个小火炉。它暖和是因为它是火龙，如果空调断电，它一样会冻死。霜雪真是太省心了。他们怎么了？饿了。婴儿期的飞龙没有任何战斗力，而且肠胃极其脆弱，它们无法消化任何生肉或是熟肉。如果强行的喂肉，不仅不长饱食度，还会疯狂扣血。我们只剩下这最后半瓶了，发育进度才到1.2%，它们的食量已经比刚破壳时翻了1倍。这一瓶奶极限控制，最多只能再撑4天。4天后怎么办？如果4天后它们还没有进入幼原期开始吃肉，就会被活活饿死。我们再根本找不到母飞龙去挤奶。星痕倒计时结束了，快看看他们要什么！阿亚的鸿雁要求是带它去散步，我的霜血要求是想要一个拥抱。至于你的黑面，黑雁的要求是喂食一份熟大腿肉。这破系统，散步和抱抱就算了，大腿肉去哪里弄？你先别急，我先带鸿雁去散步。走吧，小火炉。
我的天啊！阿雅，你慢点，别撞到发电机。到我了。系统说你想要抱抱，虽然你看上去一点都不想。这傲娇的脾气，简直像个冰山公主。吃，给我咽下去！你没有挑食的资格。黑面已完成喂食，星痕度加15%。这个混世魔王，以前我们为了活命，满世界追着霸王龙砍，现在我们被3只小幼崽困在这几十平米的地方，连上个厕所都要看他们的心情。林月，别抱怨了，看看他们的进度条，已经4.5%了。是啊，4.5%，这只是婴儿期阶段，后面才是疯狂消耗食物的时候。快点，再快点！林月，你回来！兽皮，快！活下来了。喝吧，这是最后一顿了。掉血了，林月，他们开始掉血了。进度条到哪里了？9.8%，长得太慢了。月，我们拿点生肉给他们塞进去试试吧，万一能吃呢？绝对不行！再喂肉不仅不加食物度，还会触发强烈的排异反应，瞬间清空他们的生命质。动啊，给我动啊！成功了！阿雅，给肉，给生肉，吃吧，吃个够！哼，太好了，生命质不掉了，食物度开始回升了，我们终于不用再受那半瓶奶的折磨了。大棚里还有1000多斤我们昨天打回来的生肉储备，足够他们吃好几天了吧？别鲜了，真的没有肉了。林月，我们真的撑不住了。我们昨天打回来的1000多斤生肉储备，原本以为能吃好几天，结果呢，不到2个小时被这3个祖宗吃得干干净净。幼时期到青年期这个跨度是生物食量最夸张、代谢最快的时候，他们的食物度上限被拉高了10倍，但消耗速度同样加快了10倍。我们打猎回来的肉，他们嘴里就像融化的血水一样，根本存不住。他们在掉血，阿雅去打猎，现在就去。站住，来不及了！打猎需要时间，以他们现在的体型和按百分比掉血的速度，根本撑不到你把肉带回来。开启被动治疗光环。11点钟方向，直接过去拿枪扫射，速战速决。阿雅，拉仇恨。你左边，我右边。吃啊，你吃啊！没了，真的一点肉都没了。肉，接住！这只是一趟，距离他们突破50%进入青年期还有整整20天。在这20天里，这种拿命去填的狩猎，我们每天都要经历10几次。吃吧，多吃点。但是8.5了，快了。只要熬到50%，只要进入青年期，他们的代谢率就会大幅度下降，我们就不用再过这种靠猪吊命的日子了。阿雅，稳住！这畜生皮太厚了，我们撤吧。周围还有2头牛龙护卫，你会被撕碎的。不能撤，基地里那头猪的肚子已经空了。吕暴龙的优质肉产量是猛犸鹿的3倍，杀了它，我们就能撑过今晚。来呀！林月，阿雅，快割肉！你肋骨断了，不能再割。放开我！如果今晚带不回肉，那15天的苦就白吃了。黑面他们会死。我来割，你休息。阿雅来割。
连腌肉的力气都没有了。进度飙到多少了49.8%，它断奶了，烽火熄灭了！拿肉，直接给他们塞嘴里。没用了，月，生肉回血的速度根本赶不上他们掉血的速度。那就用极效医疗酒灌。我们得想办法把他们弄出去，不然这里会被拆了的。可是他们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我们根本靠近不了。我的温室大棚啊！你们三个，看看他们干的好事！一口龙息直接烧穿了，一口！我花了4个小时焊接的。好了，消消气，他们不是故意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长大了。1个月前，他们还是一窝能在怀里抱着里的崽子，现在呢，每一头都比牛龙还大。黑面昨天差点把机床的输油管咬断，霜雪把温室的灌系统当成了喷淋浴场，红艳昨晚睡觉的时候翻了个身，尾巴扫到了精炼炉的排气管，差点把整个堡垒变成烤箱。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，休眠舱装不下，他们的体型已经超过了休眠舱的容量上限。那就扩建，把冰洞往深处挖，扩大活动域。扩建需要时间，而且上周阿雅在雪原上看到了风神翼龙的飞行轨迹。风神翼龙，那种能搭在平台凹的空中父母。对。黑沙部落如果动用了风神翼龙，就意味着他们不是在例行巡逻，而是在准备再次来袭。先把温室修好吧，甘婷，你负责计算新的温室布局。既然飞龙长大了，就把温室的面积缩小，移到堡垒最深处，用金属墙壁和它们隔开。早就该这么做了。阿雅，你负责清理碎片和重新培土，那些被掀翻的农作物地块，能救的尽量救。种子还有存货吗？温室里还有一些备用的，黑果子、长草、柠檬都有，但重新种植到收获至少需要3天。3天就3天，别装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你。还有你，甘婷的灌系统不是你的浴缸，下次再让我看到你爪子拧水管，我就把你的口粮减半。红叶，阿雅，拿医疗药膏来。你是最乖的，我知道，但你也得帮忙看着那2个捣蛋鬼，好不好？1个月的精心照料，结果养出了3个拆迁队长，我真的服了。黑面那个性格跟林月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暴躁固执，目中无人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的龙跟你一模一样，听得很清楚。这里，甘平，这个地方你知道吗？这里，那是雪山的绝对禁区，连黑沙部落都不敢轻易涉足，地形极度复杂。而什么？而且有传闻说那里藏着远古冰裂时期留下的新能遗迹，你想去那里？如果我说是呢？那个地方可能是我们最后的退路。听起来很冒险。在这片大陆上，活着本身就是冒险。甘婷，今天之内把温室修好，明天一早我和阿雅带着黑冕去火山挖灰养石，你留在基地。霜雪和红艳交给你训练，让他们学会控制龙息，不能再乱喷了。训练他们？我又不是驯龙师。你是工程师，训练他们不要破坏设备，这属于设备维护的范畴。行吧，那我试试。但如果霜雪把机床烧了，你回来别怪我。怪你也没用。黑面，跟我来。你就不能轻点吗？这家伙绝对故意的。我觉得也是。你看看红艳多乖，再看看黑墨，简直是头小霸王。那是因为红艳像你，霜雪像我，高贵优雅，智商在线。行，你们清高。今晚的口粮减半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从这里开始挖，你负责左边，我负责右边，看谁挖得快。停！不能用龙息！你想把整个洞穴炸塌吗？用爪子，你的爪子比金属镐还硬。就这样，继续，把这片区域全部打通，给霜雪和红叶腾出空间。够了，今天到这里为止。你是故意的。明天继续，回去睡觉，不许再搞破坏。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他不肯回窝，你断了他的口粮，他就在温室外面守着，等你自己心软。哼，谁心软了？不是说口粮减半吗？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你这龙跟你一个德行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红艳真乖，你看她从不捣乱，从不偷吃，从不乱喷龙息。你们3个都偏心。霜雪，等会儿你跟我去冰洞深处，我教你定点释放龙息。定点释放，就是控制喷吐的方向和范围。对，他们的龙焰温度越来越高，如果再不加以控制，别说温室了，连金属墙壁都撑不住。今天黑冕在冰洞里刨冰的时候，一小口火直接把冰墙融了1个2米。那是意外。意外？你信吗？不太信。行了，
明天开始训练，但现在我们得先解决空间问题。今天的炮兵进度还行，但至少还需要1周的连续作业。1周没那么多时间。根据阿雅的侦查，黑沙部落风神翼龙上周在雪山北部33次改变飞行路线，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靠近我们的方向。他们可能已经知道这里有东西了，那他们还在侦查。甘婷，风神的轰炸范围有多大？只要他们锁定了冰洞入口的位置，1轮轰炸就能把入口炸塌。对，而且风神的飞行高度在2000米以上，我们的自动炮塔打不到那么高。空中的威胁只能靠空中的力量来应对。他们还不够强，但他们会长大，而且会很快。明天开始，你们训练霜雪和鸿雁，我来训黑面。你确定？我可不想到时候看到冰洞被烧成熔岩洞。他不会，对吧？他在说看心情。你什么时候学会龙语了？不需要学会，看他那表情就知道。鸿雁就从来不会这样，他所有的表情都是好的，没问题，我听你的。鸿雁，你是我的骄傲。行了，别煽情了。阿亚，黑曜石的存量还有多少？上次挖的基本都用在了温室和扩建上，大概还有40多块，勉强够用。那火山还是要去的。3天后，等温室稳定下来，我和黑灭去火山。阿亚留守。这次我看家。你擅长跟飞龙沟通，鸿雁最听你的话。霜雪对你也比对我亲近。行吧，别让黑灭在火山口乱喷哦，搞不好会引发火山爆发。我会看着他的。说你是好龙。黑焰，捡起来。道歉。下次再打翻我的工具架，口粮减半。行了行了，原谅你了。你看，这不就学会了？还早着呢。这是好事，也是坏处。好处是他们能学会复杂的指令，成为真正的战斗伙伴。坏处是他们太聪明了，聪明到会跟你就像黑灭。他完全知道什么行为会惹人生气，但他就是忍不住要试探你的底线。这是林月的性格。怎么了？我在想，黑面是不是我性格的放大版？还用想吗？在想什么？在想今天的事，温室被烧了，墙壁被戳穿了，冰洞差点塌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依旧不生气。因为那是你的龙。对，他们不是工具，不是武器，他们是家人，对吧？规则很简单，我指哪个你们就喷哪个，不准喷歪，不准喷多，不准喷到同伴身上。黑灭，黑色靶标。完美，但你的态度能不能认真一点，像没睡醒一样。霜雪，白色靶标。哇，这精度比黑面强多了。鸿雁，红色靶标。没关系的，就像平时练习那样，轻轻的，不用太用力。好高的温度，鸿雁的龙息可能是3头里温度最高的，只是他不敢全力输出。他不是不敢，他是不想伤害别人，对吧，鸿雁？行了，基础训练结束，接下来是移动靶，依次射击。黑灭先来。鸿雁，就像平时看胶果那样。偏了，再来一次。再来，你只是太紧张了，放松，像平时那样。漂亮！行了行了，别甩尾巴，这里的冰壁经不起你砸。今天的数据你自己看看吧。还不睡？睡不着。黑沙部落的风神今天又出现了，甘婷的雷达捕捉到了信号，在东北方向，距离我们不到15公里。他又吼了一整晚，我的机床都被震得嗡嗡响。他在宣示领地，飞龙的本能，尤其是雄性，成年期会变得特别有攻击性。可他把半个雪山都惊动了，这么大的吼声，黑沙部落的巡逻队会听到的。听到了又怎样？他们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雪山里奇奇怪怪的生物多了去了，说不定以为是哪头霸王龙在叫。霸王龙的吼声和飞龙不一样，霸王龙的吼声是低沉的、短促的，有经验的人能分辨出来。黑沙部落的巡逻队有这种经验吗？不知道，但不管他们能不能分辨，我们都要做好准备。队长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不像霸王龙，也不像羽暴龙，确实不像。我在这个鬼地方待了快10年，从没听过这种叫声。明天你带2个人过去看看，就我们3个，只是侦查，不是让你们去打，看清是什么东西，有多少，然后回来汇报，别靠太近。黑面，飞3圈，每圈做1次转弯。好，霜雪，你在飞行中喷吐1次，目标是那边的冰壁。完美。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雷达有什么动静吗？暂时没有，但黑沙部落的巡逻队昨天在东北方向活动，距离我们不到30公里，他们可能听到了黑面的吼声。迟早的事，叫他们别吼了，他们不听。那是本能，你拦不住。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？紧张有用吗？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在敌人到来之前，让自己变得更强。那里有个冰洞，声音好像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。有人，那个冰洞被改造成了基地，能在这个鬼地方建基地的，不是一般人。会不会是上次跟我们部落交火的那伙人？有可能。撤，回去汇报。冰洞里有人，能确定是上次那伙人吗？不确定，但可能性很大。还有什么发现？
我们听到了奇怪的吼声，不是霸王龙，不是羽暴龙，也不是任何一种我们见过的。说，声音很尖锐，带着金属质感，从冰洞深处传出来的。金属质感的吼声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我在这10年从没听过那种声音，可能是飞龙。飞龙，大陆上最顶级的飞行生物之一，据说只存在于传说中。他们的吼声就跟你描述的一样。如果能抓到一头活的飞龙，首领，我们怎么办？目标：雪山冰洞，活捉飞龙者赏1000块金属棒，杀死敌人者奖500块，所有人都有份儿。来了，空中2头发光体应该是风神，预计明天清晨到达。地面至少50个热源，还有10头大型恐龙，速度巨较慢，这能挡住吗？他们分2路，空中先到，地面后到。配合好的话，空袭炸开入口，地面部队冲进来收割。首领，雪山前哨发来消息，冰洞周围没有发现异常活动。那伙人好像还不知道我们在集结。他们当然不知道，雪山里消息闭塞，没有无线电，没有侦察翼龙，他们就是瞎子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？不行，上次我们吃亏就是因为没搞清楚地形。地面部队什么时候能到？最快后天傍晚。霸王龙走得太慢了，雪山的路又不好走，那就让风神翼龙等地面部队到位了，再同时发动进攻。是，体型不小，会是什么呢？不管是什么，很快就是我的了。回收，装回去。已经过了雪山的边缘，明天傍晚前能到冰洞外围，让他们加快速度。我不想在雪地里过夜。是。黑沙部落已经开始集结了，他们至少出动了2头风神和10头地面恐龙，总兵力超过60人。60个人，我们只有3个人，还有3头龙，3头还没成年的龙。所以我们要利用地形，冰洞入口狭窄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自动炮塔布置在入口2侧的高处，形成交叉火力。任何地面部队想要冲进来，都要付出惨重代价。风神2头，地面恐龙10头，佣兵60个。从数字上看，我们输定了。从数字上看，那从别的角度看呢？从地形上看，我们有优势。如果他们从地面强攻，我们至少能扛住第一波。睡不着。我也是。红雁一直在发抖，她感觉到了什么？动物对危险的感知比人类强，他们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觉得我们能赢吗？不知道。没事的，红雁。明天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你也睡不着，是在怕还是在兴奋？那就当是兴奋吧。地面部队，他们到了。停！前方就是冰洞所在的峡谷，派2个侦察兵过去确认下。其他人原地休息，等风神翼龙的消息。距离冰洞不到5公里，明天天亮，配合风神翼龙的空袭，地面部队同时发动进攻。地面部队距离5公里，空中2头风神距离10公里，高度2000米，他们在等。等天亮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也等天亮，等他们来。肌肉状态不错，明天飞的时候，如果觉得翅膀发酸，就降低高度滑翔一段，不要硬撑。霜雪，你的任务是掩护黑面，他的机动性不如你。红雁，你跟着阿雅，地面部队冲进来的时候，你用龙息封锁入口。天亮之前，能睡的就睡一会儿，睡不着的就闭目养神。你呢？我再盯一会儿雷达。他们来了，高度1800米，还在下降。再等等。开火！隐蔽！炮塔坏了，还有一头。黑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拉升，快拉升！喷！啊！漂亮！黑焰！霜雪，好样的！黑焰，你受伤了，别逞强，回去让甘婷仔细包扎。地面部队呢？撤了。风神一败，地面的热源就开始后退，他们还会再来吗？会。黑沙首领不会善罢甘休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黑色的，会飞，会喷火，我从没见过那种生物。我也没见过，但首领说的对，那是飞龙。飞龙？首领说过，方舟大陆上有传说级的生物，只存在于最危险的地带，飞龙是其中之一。队长，
我们还要继续进攻吗？先撤，退回前哨营地，向首领汇报，等首领定夺。暂停。飞龙，真的是飞龙。老鬼的消息说，风神翼龙2头都废了，地面部队没敢冲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放弃了？放弃那头黑色飞龙，我要定了。可是风神风神不止2头，再从内陆据点调2头过来，我要4头风神同时进攻。4头，那得准备至少1周。1周就1周，趁飞龙还没成年，必须拿下。等他长大了，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4个光点，东北方向，距离40公里，正在向西移动，速度中等，高度2000米，是风神翼龙。4头不止，地面也有动静，热源超过80个，大型恐龙至少15头，他们这是倾巢出动了。他们来了，高度1800米，正在下降。黑焰、霜雪，准备起飞。他们在等地面部队到位。不等了，黑焰拉高，逼他们下来。霜雪！他们开始投弹了！红焰喷！红焰！黑焰撤退！炮塔完了，温室被炸了。林渊，没事，只要龙还在，我们就还在。你们还活着，这就够了，不能再等了。今晚我们突围。怎么突围？我们的龙还没成年，飞不了太远。黑焰和霜雪的翅膀虽然飞不起来了，但短距离滑翔还是可以的。红焰的体力保存的最好，能背1个人。你要让红焰背阿雅？不，阿雅骑红焰，你骑霜雪，我骑黑焰。我们沿着冰川峡谷向西滑翔，只要滑过那道山脊，他们就追不上了。滑翔？他们能滑多远？不知道，但留在原地是死，滑出去至少还有1线生机。红焰说他能行，可是如果滑翔途中被发现了怎么办？那就打，我殿后，你们先走。不行，你殿后就是送死。我有黑焰，他的鳞片比霜雪和红焰厚，能多扛几发子弹，而且什么？而且黑沙部落要的是飞龙，不是人。只要飞龙跑了，他们不会花力气追我。巡逻间隔20分钟，我们有15分钟的喘口气。够滑到山脊吗？够了。出去之后不要拍翅膀，用惯性滑行。等我的信号再起飞。走。该你了。你要活着回来。走。追上去。那是什么？有东西在那边！被发现了，加速，起飞，快！红焰，坚持住！红焰，阿雅，你们走，别管我！走，红焰，走！走！抓活的，首领要活的！就你一个人，你的那2个同伴呢？跑了。甘婷，红焰的翅膀需要包扎。他会回来的，但不是现在。把翅膀你要养好，赶快成年，然后我们去找他。伤口不深，没有伤到骨头，动了一路，血已经止住了，但需要静养，不能再用这只翅膀。几天？至少3天。我们没有3天。黑沙部落抓了阿牙，不会只是关着，他们要的是飞龙，阿牙是诱饵，他们在等我们去救。那就不能去，去了正中他们的圈套。等黑焰能飞，等他突破那最后的5%，等他成年，等不了也要等。你现在冲回去，只是多送一条命。阿雅被俘不是为了让你去送死，是为了让你活下去，活下去变强，然后把属于我们的东西全部夺回来。甘婷，阿雅还活着。你
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他死了，黑沙部落会把他的人头挂在风神上，飞过雪山给我们看。他们没有这么做，说明他们想用他做诱饵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救他？等飞龙成年，等他们能飞过整个雪山，把黑沙部落的总部烧成灰。你突破了，你要我骑上去？飞，那就是素食岛，阿瓦就在那里，不是现在，回去。他们突破了，2个都突破了，95到100，一步跨过去了。还是不说，我知道你是那伙人里的核心成员，你骑的那头红色飞龙是他们的宝贝。告诉我你们的藏身地点在哪里？那头黑色飞和白色飞龙又在哪里？今天的压轴是我们从雪山抓来的女飞龙骑士，她骑的那头红色飞龙能把金属烧穿，但今天她没有龙，没有武器，没有盔甲，她只有一个对手。进去，赢了你就能多活1天，输了省粮食。开始。来呀！赢了，他赢了！不错，比上2个活得更久。明天他会对战一头剑龙，想看的人提前下注。你很能打，但能打的人我见多了，最后都在沙土地上变成了肥料。鸿雁还活着，明天的对手换了，不是剑龙，是霸王龙。别怕，不是野生的，是我们训过的，它不会一口咬死你，它喜欢慢慢玩，睡个好觉，明天你就不用再醒了。阿雅的安具空着，你背着，起飞。高度1200米，还在爬升。继续爬到2000。稳住，保持这个高度，向南飞。甘婷，雷达。没有巡逻，风神翼龙的巡逻时间是白天，夜间他们一般在岛上休息。他们很快就不用再巡逻了。素食岛，降低高度到1000米。黑灭，看到那2头了吗？不等了，黑灭，喷！拉升！霜雪、红叶，去据点外围，把他们的地面部队引出来，不要靠近高塔附近的防空炮，引诱他们往海边跑。起飞！一头翅膀烧了，一头摔伤了腿。废物！地面部队往海边追，那几头飞龙往海边飞了。他们中计了，下去，我们从据点东侧切入。拉平。黑灭，你闻得到他吗？别动，地牢的钥匙在哪儿？他们把他带走了。他不在，他们把他转移了，可能在决斗场，飞过去，那里最高的那个。今天的压轴，蜂王，我们对阵雪山来的女飞龙骑士，但今天她没有龙，只有一条快烂掉的腿。
这畜生是不是被吓傻了？蜂王攻击！红焰。红焰。活着的成年飞龙，关门！所有的门，所有人带上麻醉枪。今天我要那头红色飞龙活的！给我攻击！红焰，带阿雅走。你拖阿雅飞出去，别管后面，走。收好了，追到雪山，追到天涯海角，也要把那3头龙给我抓回来。你长大了。又见面了，这一次我要你的命！狠！一头。红叶拉伤，散开！红叶，你受伤了。红叶，够了！红叶下去，我们下去！不怕，我陪着你。赶紧！红叶受伤了，她流了好多血。我在西侧，过不去，我被缠住了。林月呢？林月！没有输，还没输。结束了，3头龙，3个人，你们以为能翻天？开枪啊！打死我，左也不会放过你。红叶，不要！红叶，不！极品鳞片的强度、肌肉密度都是顶级的，可惜死了，不过尸体也值钱。带走，活的、死的都带走。红叶没有死，她不会死，她只是睡着了。等到有一天她醒了，她会把你们全部烧成灰。那一天不会来了。他走了，我们能通过星能复活他吗？先把他们藏起来，把阿雅和红焰放在一起，洞里最深处用冰封住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们去复仇，还给这个世界一片净土。黑鲨首领跑，地面部队30人被霜雪打散了，但没有全灭。我要在他们撤回素食岛之前，一个一个追上。你一个人？黑面跟我，霜雪跟我，2头龙，2个人够了。霜雪，低空冰雾。霜雪，走，去找林月。你，黑鲨首领在哪儿？不知道，他让我们在这里等。黑面，让他回去报信。找到了，地面部队全灭。黑鲨首领呢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最后一封神翼龙已经往素食岛飞了。那就追！
追到素食岛，也要把它灭了。他们追来了，地面部队呢？其他封神。双雪，掩护！来呀，来我家门口杀我，我等着。双雪，拉一座2座，速度不如风神翼龙，但爆发力更强。龙息温度极高，但射程有限。弱点：右翼，那头黑色飞龙的右翼根部有旧伤。碎骨在，把剩下的所有恐龙全部放出来。霸王龙、三角龙、剑龙，不管训没训完，全部放。那些恐龙还没训完，会攻击我们自己人的。我们的人已经死得差不多了，放。喷！还剩多少？大型恐龙清理完了，小型的不构成威胁。黑鲨首领呢？在高塔上，等着我们去。还能飞吗？走。800米、600米、400米、200米。放我下去！就你一个人，我在这片大陆上活了12年，够了，杀过的人比你见过的还多。那你应该知道，杀人者，人恒杀之。你的反应很快，但你的体力撑不了多久，那就速战速决。你疯了！剑是给你看的，枪才是给你的。你的护甲能回收能量，但挡不住子弹。星能科技不是万能的。你赢了，但你杀不了我。这座高塔在5秒内炸成废墟。你的龙，你的女人，全部给我陪葬！阿雅已经死了，鸿雁也死了。你以为我怕死？你在这片大陆上活了12年，奴役原住民，抢了无数资源。你以为你是这片大陆的主宰，但你什么都不是。结束了。你受伤了，皮外伤。黑面的翅膀呢？子弹卡在骨头里了，需要手术，但这里没有条件，先回雪山。雪山，阿雅和鸿雁还在那里。我带你回去。黑面还能飞吗？能飞吗？能飞。我你要把他们分开？不，我要把他们一起带出来。鸿雁，你保护了他，到最后都在保护他。现在轮到我们保护你。还有什么要放的？他说过，这把剑很帅，想试试。到了那边用得上，盖上吧。走吧。去哪儿？先把黑面和霜雪的伤养好，然后去遗迹深处看看还有什么能用的东西。这片大陆很大，黑鲨部落只是其中一个。然后呢？然后活下去。他让我们活下去。霜雪，过来，走。鸿雁。哎呀！甘婷，开门。还有25%，够我们用多久？如果只用于照明和保温，至少半年。如果还要驱动复制器和机床，3个月。够了，3个月后我们去找下一座遗迹。这片大陆上不止这一座遗迹，也不止黑鲨部落一个敌人。你还会继续杀？会，但不再是为了复仇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活着的人，为了你和霜雪，
为了黑面，为了这片大陆上所有不想被人踩在脚下的人。闻到了什么？跟上！这条走廊的能量密度比主厅高得多。他在说里面有东西。等等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别碰。能量屏障的变动频率和核心的脉冲频率完全一致，这说明这道屏障不是防御用的，是识别用的。什么频率？正在测。这是什么？别碰！生命之河！你疯了！不知道是什么就乱摸。我知道是什么了。是什么？复生血翼。阿雅和红烟可能还能回来。